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本次国一终生成就奖得主苏清渊女士上台领奖。国医之路道阻且长，希望未来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，让中医之花开遍华夏大地。消失了！郑国夫人消失了！郑国公，这什么地方？清渊，玉瑶是丞相千金，陛下赐婚她只能为平妻。萧景渊，你当年亲口说过，此生绝不纳妾。我说姐姐，你身为国公夫人，不应该大度些？更何况这是陛下赐婚，难道你要让景渊哥哥抗旨不遵？你这坏娘亲，不许为难瑶姨，不然我和妹妹就再也不理你了。娘亲有胎记，尤儿要瑶姨当我的娘亲。没想到你们竟如此厌弃我，萧景渊，我16岁嫁于你，为你拼了半条命生下的一双儿女，陪你从边疆到京城。如今你们却都嫌弃我至此，这些年终究是错付了。我竟然穿越了，还穿成了同名同姓、被渣男郑国公逼死的原配苏清渊。我竟然穿越了，还穿成了同名同姓、被渣男郑国公逼死的原配苏清渊。夫人，您没死，太好了！正妻在这边自杀，他却忙着拜堂，岂有此理！丞相府的嫡千金进门便是平妻，那位苏氏怕是连个烧火丫头都不如了。萧公爷心怀大义，若非顾念多年情谊，早就让那丑妇卷铺盖滚出京城了。李成送入洞房。等一下，这是哪位？这脸上胎记如此丑陋，也敢来郑国公府捣乱？这是我们郑国公府3媒6聘写进宗谱的郑国公夫人。苏清渊，你这是何意？这就是那渣男郑国公。我身为国姑爷的正妻，自然是来讨杯酒喝。荒唐！今日是景渊大喜，你这副丧门星的鬼样子，是嫌国公府丢的人还不够多吗？国母息怒，今日既然国公爷抬平妻，我身为原配，自然要亲自受了这一杯进门茶。姐姐说的是，我出身相府，自然懂得先来后到的规矩。这茶我敬便是。那就赶紧的吧。姐姐，我知道景渊哥哥娶我，你心有不满，可你为何要这般折辱我？苏清渊，你为何故意刁难玉瑶？姐姐与景渊哥哥互相扶持多年，自是不惜有别人进门。等等，这话术听着都会说下句，你是不是还想说？那姐姐也不应该故意当众羞辱我呀。这贱人怎么会知道我想说什么？玉瑶好心给你敬茶，你却故意伤她，赶紧给玉瑶跪下赔罪。赔罪？好啊。苏清瑶，你疯了不成？国公爷，人若是真遇到危险，本能是会躲，而不是像他刚才那样一动不动等着被烫。确实啊，刚才他好像真的没动。这事儿透着古怪。这盏入门茶我就当喝过，柳妹妹，往后的规矩咱们慢慢学。清河，回院。
苏清渊这个臭命人，景渊哥哥为何还祭奠着他？大夫人以前多温顺的人啊，今儿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听说大夫人昨夜是跳了荒院那口枯井自尽了，大约是死过一回，看开了。他竟真的求死过。景渊哥哥，夜深了，咱们去歇息吧。我还有公务，你先歇着，不必等。今夜可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这胎记真碍眼。夫人，这是二夫人送的养颜膏，给您去胎记用的。这药不对。水银？水银是什么？水银不仅无法去胎记，更会让人慢性中毒，容貌尽毁。夫人，快别碰了！二夫人她这是要您的命啊！想要我的命，还得看他的本事够不够硬。不行，奴婢要去告诉国公爷，让他瞧瞧那相府千金的真面目。告诉我什么？没什么，国公爷放着新娇娘不顾，竟有兴致来我这冷灶前坐坐。清渊，这是圣意，断无回旋余地。你若还在为大婚之事气恼，大可。这不重要，我要休息了。国公爷请回吧。苏清渊，你变了。人都会变，何况我还死过一回。你要是不喜欢，那便去柳玉瑶那儿吧。我并非此意。行了行了，大晚上的说这么多，我要睡了。你赶紧回去洞房花烛吧。不知好歹。夫人，您分明攥着二夫人的把柄，为何不让国公爷知晓？告诉那个渣男有什么用？渣男？告诉他，他也不会信，只会觉得我栽赃柳巷的千金，何必呢？那夫人难道要一直忍气吞声吗？清河，去帮我筹备这几样东西：鲜芦荟、老黄芪、珍珠粉。好，奴婢马上去。二夫人到，大少爷、大小姐到。二娘，娘亲那样折辱您，您还巴巴的来给她请安，您心肠太软。就是，还是二娘人好。二娘知道你们爱吃甜食，特地让人去春风楼买来。晚点儿你们来我院子里吃。多谢二娘。夫人，心妾请茶。那柳氏非要把少爷和小姐带上，这不是明摆着往您心窝子里捅刀子吗？既然他想演贤良淑德的戏码，那便随他去。告诉他们我还没起，让他们打哪儿来回哪儿去。奴婢明白。夫人昨夜调理身子，睡得晚了，现下还未起。今日这心腹请早的礼便免了吧。还没起？我都练了1、2个钟头的剑了。少爷，夫人身子不适，需要休养，你怎能这么说夫人？我就说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哼，哥哥说错了吗？娘亲就是在故意难为二娘。承泽、雨柔，姐姐定是因为心中不平才不愿见我，要怪就怪我。二夫人，夫人可没这个意思。景渊哥哥，是我不该在姐姐休息的时候执意来请安，惊扰姐姐。玉瑶来请安，她耍什么脾气？你去把她给我叫起来。她若是不肯动，我便亲自请她出来。爹，我去。
各位这般兴师动众，是急着干什么？苏清渊，看看你这样子，眼里还有半分国公夫人的体统吗？怎么了？妹妹亲自给我送的养颜膏，我不能涂吗？那为了不辜负妹妹的心意，我不得涂厚一点？真是个没脑子的蠢妇！这要涂得越厚，你的皮肤就越淡。不多不多，姐姐若是用得好，我回头再从相府匀几盒送来。娘亲，你瞧二娘对你多宽厚。玉瑶这些日子为这府里操持，替你照顾儿女，可谓尽心竭力。你不但不感念，反而处处克我，你就不能大度些，有个主母的容人之量吗？大度。好，既然国公爷想要这大度，我苏清轩今日便成全你。又想使什么性子？萧承泽、萧雨柔，你们两个以后就认柳玉瑶做母亲吧。苏清渊，你疯了吗？你是不打算要他们了吗？从此往后，他们与我苏清渊再无半点瓜葛。姐姐，我真的从未想过要抢您的孩子。行了，国公爷，我呢就是个外人，就不爱你。清河送客，请。苏清渊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真以为这样闹，我就会高看你一眼吗？苏清渊，陛下听闻婚宴上的变故，特命我带家眷进宫觐见，你速速梳洗，莫让圣上久等。对了，姐姐记得戴上面纱，别因为这样貌惹了圣怒。知道了。夫人，您的胎记好了？区胎记不成问题。就这种男人，真不知道不离婚留来干嘛。夫人，您的意思是要和离？不可以吗？可您从前视国公爷如天，视少爷小姐如命。为了给国公爷求药，您在雪地里冻废了半条命。过去的苏清渊已经在井里死了，人心都是会变的。与其在这深宅里熬成了枯骨，不如抽身离去。夫人，您的容貌已经快复原了，为何还要遮掩？打蛇打7寸，柳玉瑶送来的祛疤膏，你且收着，我要让她亲眼瞧瞧什么是作茧自缚。架子越来越大了，竟还让我们等她吃饭。母亲放宽心，姐姐身子不适，想必是梳妆慢了些。还是玉瑶懂礼。那苏氏入府10年，无才无德，脸又是那般丑样，这要是进宫惊扰了圣上，可是要连累咱们全家的。劳烦母亲记挂，媳妇来晚了。本想让她戴上面纱自惭形秽，怎么反倒显出了几分仙气？站着！我有说让你上桌吃饭吗？站着，给我们布菜。我还当是婆母心疼我大病初愈，等我来吃，原来只是想让我像以前一样伺候。如今国公府不是刚进了一位心腹吗？他既然贤良淑德，这活儿婆母怎不使唤他？苏清渊，你敢不听我的命令，还把不把我这个婆母放眼里了？赶紧给我滚去站着！真是恶毒的婆婆，没用的老公，这次以前原主受的苦，我可受不了。看来今天我是吃不了饭了。苏清渊，你又想做什么？
苏清渊，你疯了吗？你在崇州重伤垂死那年，为了不让娘和孩子饿死，我月子没出就去码头背粮包，一碗白粥，你娘喝8分，只剩2分留给我，我硬生生这么熬了3个月。要不是我，你们早就死在崇州了，哪还能在这吃香喝辣，还指使我干下人的活？姐姐，做儿媳的侍奉婆母是天经地义的，怎能说得如此难听？你个小三插什么嘴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苏清渊，我们家是欠你的，但你怎么能把怒气撒在玉瑶身上？我爱咋咋地，既然知道欠我的，就别再对我颐指气使。老爷，马车备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朕瞧着你们这一家子，当真是红红火火。让安儿学着点儿，老大不小了也不肯娶妃，看看景渊，多让朕省心。陛下，八殿下性子孤傲，怕是缘分未到。你便是那个在国公府婚宴上大闹的原配苏氏。苏氏，你可知罪？陛下息怒，臣妇惶恐，不知罪从何来。刘玉瑶是朕亲自给景渊的平妻，他们2人缔结连理，乃是国之喜事。可你大闹婚礼，这是不把朕放在眼里啊！陛下，臣妇知道姐姐不是有心的，请陛下恕罪。陛下，贱内只是一时被杜毅迷了心窍，意气用事，但他已知错，请陛下宽恕。景渊，你还要护着蠢妇到几时？承泽、雨柔，你们告诉朕，你们的这位娘亲平日在府里究竟如何？陛下，娘亲平日不仅打骂二娘，还掀桌子，把祖母气得心口疼。是啊，荒唐！朕竟不知这镇国公府内竟出了这等悍妇。苏氏，还有何话可说？陛下，臣妇确实糊涂。岂止是糊涂，朕看你分明是压根没把3纲5常放在眼里。陛下，臣妇只是妄想以一人之身担下泼妇之名，避免国公爷被天下人指责耻笑。你这话是何意？景渊战功赫赫，谁敢指责他？背弃糟糠，不仁不义，纵容宠妾灭妻。苏清渊，你胡说什么？陛下，柳氏入府后，我这个正位主母竟被婆母要求为奴为婢，不才侍候众人。知情的还倒是萧家苛待发妻，不知情的怕是会说宠妻灭妾，竟让主母下堂为婢。萧景渊，此事可是真的？这古训有云：少年夫妻老来伴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朕给你们赐婚，并非是让你厚此薄彼。陛下，微臣绝无此意。陛下冤枉，臣妇一向敬重姐姐。景渊，罚你半年俸禄。日后若再让朕听闻你内宅不宁，朕绝不轻饶。玉瑶，你既入府，应辅佐苏氏打理内宅，而不是让景渊与苏氏离心。朕罚你抄500遍女则，好好反省。是，臣领罚。是，臣妇领罚。吴清渊这个贱人，什么时候变得这般口齿？就连陛下都被他牵着鼻子走，跟我斗。我做危机公关耍的嘴皮子，可比你读的书多。不好了，陛下出大事了！八皇子殿下突发旧疾，昏迷不醒，气息全无。周太医已施了金针，可全然不见起色。快，齐驾承前宫！陛下，八殿下心疾击中，微臣回天乏术啊！胡说！朕的安儿，朕还未瞧到他大婚成家，他怎会？陛下，您千万要保重龙体。安儿若有个3长2短，朕来日到了地下，如何去见他的母妃？典型的心源性猝死。如果是在现代，只要做心腹复苏还有一线生机，可这是古代。我若强行出头却没救活，说不准要被砍头。可若救活了，这便是我脱离萧家重获自由的筹码。陛下，
殿下的嘴唇已经发紫了，这是气绝之兆啊！你说什么？陛下，臣妇略通些失禅的古法引气术，若陛下肯信，请准许臣妇斗胆一试。苏清渊，怎敢在陛下面前胡言乱语？姐姐，你自幼在深闺长大，连医书怕是都没翻过几本，怎能救拔殿下？苏清渊，这里是皇宫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若有差池，整个镇国公府都要为你陪葬。陛下，八殿下断气儿了！当真能救回朕的安儿？陛下，臣妇不能保证万无一失，但此时若再不施救，殿下绝无生还之力。好，若有闪失，朕唯你是问。苏清渊，你在做什么？那是殿下圣体。姐姐，这可是八皇子，你怎可如此亵渎殿下圣躯？这简直是荒唐！这是何种引气术？老朽从未见过。听闻这苏氏貌丑被嫌弃，莫不是看殿下俊美，想趁着殿下气节行此安扎轻薄之事？姐姐，你这样若冲撞了殿下神魂，可是要灭九族的大罪。周太医，把这群聒噪的闲杂人等都驱散，室内空气浑浊，不利引气，都给我退后3丈！退后，都退后！莫要惊扰了，惊扰了救治。只靠按压不够，必须人工呼吸。你，苏清渊，你竟放肆至此，连殿下的清誉都要毁吗？姐姐，你怎能在圣驾面前做出这等恬不知耻的事啊！陛下，您看姐姐她……荒唐，简直荒唐！朕活了大半辈子，竟不知世上还有如此下流猥亵的救命之法！陛下，都怪臣管教无方。苏清瑶，你给我住手！来人，将这丧失伦法的安扎贱妇拿下，即刻处死！陛下，我若停下，他才是真的绝了生路。你们难道要看着八殿下死吗？还敢狡辩！拿住他，就地斩首！活了！吹气太多，头晕缺氧了。殿下，父皇，出事了！元儿，你醒了！还好殿下福大命大，不然今日姐姐可就犯下弥天大错。八殿下，是微臣管教无方，让剑内污了殿下清誉。原来你是镇国公的夫人。苏清渊，还不跪下向殿下请罪！你那张丑脸冲撞了殿下，真当我保得住你吗？丑脸？传闻中镇国公夫人擅动丑陋，可今日看来貌似并非如此。殿下恕罪，姐姐定是一时糊涂，才趁乱牵驳殿下，求殿下从轻发落，我是在救人。安儿能活过来，定是上天庇佑。可这毒妇趁他昏迷，行此卑鄙之事，罪无可恕。来人，毒妇给朕拖下去！父皇，方才儿臣全凭这位萧夫人渡入那口生气，才得以从鬼门关前折返。她是儿臣的救命恩人。喂，他怎么可能有这能力？世间竟有这等奇术！苏氏，是朕错怪你了。你想要什么？只要不违纲常，朕无有。陛下，臣妇求陛下一道和离圣旨，不要与镇国公萧景渊和离。苏氏，你想和离？苏清渊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陛下，臣妇与镇国公早已没了情分，
与其两生嫌隙，不如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求陛下恩准，孩子归镇国公抚养，镇国公府半数家产，就充作臣妇这10载操劳的补偿。苏清渊，孩子，你当真一个也不带走？那是你10月怀胎生下的骨肉。回陛下，既是骨肉，却已生了旁心，臣妇即便强行带走，也难全母子之情。哥哥，娘亲是不要我们了吗？郑国公到底是做了多少混账事，才逼得夫人连亲生骨肉都顾不得，也要从这火坑里跳出来？好了，元儿，你别说了。苏氏，事关重大，朕已让景渊和柳氏好好反省，你再好好考虑。若日后还是决意如此，再来找朕吧。朕累了，都回去吧。殿下，这是萧夫人在榻边落下的。本殿亲自送去。玉瑶，你先和孩子们回府。景渊哥哥，苏清渊，你我夫妻10年，你竟在陛下面前提和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是在成全你和柳玉瑶，难道你不应该感激我吗？即便我娶了她，你的正妻之位我分毫未动，你依旧是风风光光的郑国公夫人。这位置我可没兴趣，你还有那俩孩子，我通通都不稀罕。苏清渊，除了郑国公府，你还能去哪里？他能去的地方多的是，就不劳萧国公费心。殿下大病初愈，怎会来此？苏姐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？这是微臣的家事，不劳殿下费心。殿下还是回宫里好好休养吧。萧国公，刚刚苏姐姐赌气把我救了回来，我这会儿精神的很。苏姐姐，你听听我的心跳，是不是沉稳有力？殿下无事便好。苏姐姐，这是你刚刚落下的，我怕你着急，赶紧给你送过来。不过是一件随身的俗物，殿下若不嫌弃，直接拿去便是，何必跑一趟？真的？我看着玉佩甚是好看，那我便收下了。收什么收？玉佩怎能送给外男？你身为国公夫人，难道连这点礼义廉耻都不懂吗？你吼他做什么？难怪苏姐姐要和离，看来她一直被你欺负。八殿下还是先顾好自己。您这身骨头弱不禁风，若在街头吹了风有个好歹，微臣可担待不起。你说谁身子弱？谁弱自己清楚。你这个小乞丐，竟敢弄脏了小爷的衣裳，你有几条命赔？放开我！住手！欺负小孩，你算什么男人？哪来的不知死活的疯女人，敢管我柳达的闲事？你光天化日之下当街行凶，我身为大员百姓，既然看见便管定了。分明是这乞丐冲撞了我们少爷，把少爷新做的衣裳弄脏了。就算弄脏了你的衣裳，也没必要这么过分。哟，想替这乞丐出头？好，那你要怎么来替他给爷赔罪？少爷，这女人用面纱蒙这个脸，肯定长得很丑。是吗？那就把面纱摘下来，让小爷看看有多难看。他怕了，丑的没法见人。放手！没看到他要被欺负了吗？萧国公，你且先看看。我的脸，你这个人模狗样的东西还不配看！这个臭婆娘，我看就是欠收拾。真以为我不敢动手了是吧？有本事你就动手，那我就去衙门告你当街伤人。
在这京城地界想告我，你知道小爷我是谁吗？我们少爷可是柳丞相的远房表侄，当今镇国公的大舅哥。你想告官，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身份吧。这人是你大舅哥啊？所以，小爷我可是镇国公府赵里。哼，就算你去告，也没人敢动小爷一根汗毛。那柳少爷进京拜人，整日欺男霸女，连官差见了他都要绕道走。为一个无亲无故的小乞儿，去触柳家的美德，糊涂啊！哼，在这京城，爷就是法，赶紧给老子跪下赔罪，再把面纱摘了，给爷乐呵乐呵。今天就算是镇国公在这，违反律法，也应当受罚。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背景再厚，也得受律法的制裁。少拿这些破律法唬我，小爷可不怕这些破律法。柳公子方才说什么破律法？众所周知，大元律法乃是当今陛下亲笔朱批，昭告天下，律法所在，即是圣意所在。可如今你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公然骂陛下亲颁的律法是破律法。柳公子，你不把律法放在眼里，就等于不把陛下放在眼里。天哪！难不成柳公子是觉得大元的江山已经姓了柳，想谋反不成？你这贱妇休要血口喷人！苏姐姐真是伶牙俐齿，三言两语就将你那大舅哥架到了断头台。这苏清瑶竟如此口无遮拦，她可知谋反两字稍有不慎，便会引火烧身。萧国公急什么？这柳达蔑视律法，便是在咒我父皇。苏姐姐说的一点都没错，这出戏正精彩呢，再看看。你们别听这贱妇胡说，她是在构陷小爷。我构陷？柳公子方才蔑视圣意之言，在场各位皆可作证。敢问各位，在大元意图谋反、蔑视陛下者，该当何罪？一律当斩立决，诛灭九族。柳公子，若让陛下知道你在这儿公然蔑视皇权，那你这颗金贵的脑袋怕是要落地了。你休要信口雌黄，小爷我没想造反。苏姐姐当真厉害，仅凭这3寸不烂之舌，就把你那不可一世的大舅哥吓得屁滚尿流，当真是精彩。加期现场，让殿下见笑。还有，这大舅哥我并未见过。天子脚下，谁敢在此公然生事？官爷，这位柳公子想要当街伤人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蔑视圣宗，贬损律法。大元的百姓理应受大元律法庇护。敢问官爷，依照律例，伤人者该当何罪？世人皆知律法是用来治罪惩恶的刑具，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可用来保护百姓。苏姐姐当真聪慧过人，她连女界都不说，何时懂得律法？若世人皆如她这般知法用法，大元何处不能？谁呀？敢蔑视律法？柳大公子，怎么是您在这儿啊？这贱妇说我要谋反，你们说该怎么处置？柳公子，这当然是依律判刑，严惩不贷。啊！你又是哪根葱？我也是大元子民，最是见不得有人为非作歹。哪儿来的病鬼？我看你们是嫌命太长，在这唱双簧呢。小爷今儿非弄死你们不可！柳公子话可不能乱说，不然这后果你可担待不起。你这贱妇，真以为随便胡两句就能定小爷的罪？小爷现在就撕烂你的嘴！你敢动手试试？是镇国公，镇国公来了！表妹，妹夫，大舅哥，我倒是头一回听说，我镇国公府的姻亲，竟能烂到在街头欺凌幼弱的地步。镇国公恕罪，前些日子在表妹大婚宴上远远见过国公，只是尚未有机会向国公请安。柳玉瑶的表哥，萧景云，你应该不会为了哄小老婆开心而纵容这无赖吧？今日之事，按我大元律例，该当何论？回镇国公的话，
可赔偿4两。若不赔偿，那柳公子便得随咱们回衙门吃几顿杀威棒了。4两，我愿意4两。姑奶奶，您开个价，多少我都给。你想要怎么处理？既然柳公子财大气粗，那我也便省了那些繁琐程序。这个数1分都不能少。5两是吧？给你，拿去给这臭要饭的。谁说是5两了？我要的是500两。500两？这想钱想疯了吧？那乞丐卖了也不值2个子儿啊！500两，苏姐姐这胃口可真不小。500两，你这分明是勒索！郑国公就在这儿，你竟敢当着郑国公的面讹诈！讹诈？柳公子，我这是在救你的命。刚才我要是不阻止你，你可是当街行凶。这臭乞丐不是没事吗？你看看，这手骨红肿，里面骨头恐怕裂了，胸腔沉闷，肯定是有内伤的。我喘不上气了。这药费、接骨费、后期的调养费，满打满算300两，并不过分吧？那还有200两呢？你总不能说他那副骨头是金子做的？剩下的钱是他的精神损失费。精神损失费？没错，他今日被柳公子当街毒打，这种阴影会导致他夜夜噩梦，伴随一生。这难道不该赔偿吗？说得对，我林家那孩子被狗咬了一口，现在见着狗都发抖，这心里的病确实最难医。给他，弄伤了人家，500两都算少了。给他，赔钱，赔钱。等等，柳公子，咱们的账可还没算完。柳公子，200两赔的是他的精神损失，咱们还有其他的账呢。你还想如何？大梁律例第6册第10条，凡大元子民对皇室宗亲出言不逊、辱及尊体者，当众掌嘴30，收监察看。皇室宗亲？这哪有？柳公子方才骂这位是病鬼，不巧，他正是当今8殿下。承蒙柳公子关心，本殿下确实常年服药，但若说活腻歪了，倒也还不至于。凭什么你张嘴说几册几条就是法？你这贱妇定是信口胡诌！诸位父老乡亲，在场可有研习大元履历的同道中人？在下不才，乃是一名3等讼师。这位夫人博闻详实，第6册第10条确实如此。竟然，夫人大才，竟能将律例熟记于心，请受在下一拜。他什么时候懂这些的？证据确凿，目击者众，二位官爷还在等什么？将此人带走，该打该罚，一律照准。郑国公，表姐妹，看在我表妹的份上，放过我吧！这些钱你收好，若省这些，足够你买几亩薄田，寻个去处避风挡雨。不够用吗？姨，为了救欢欢受伤了，阿娘教过欢欢，吹吹就不痛了。在这个冷冰冰的京城，除了清河，竟就只有这素昧平生的小乞丐关心我。傻孩子，姨姨不痛，这钱是你应得的。阿娘说不能贪心，欢欢能挣钱养活自己，欢欢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的。那你娘呢？她在何处？阿娘病死了，阿爹要娶心腹，心腹嫌我累赘，阿爹也不要我了。姨，我没有家了。苏清渊，你今日闹也闹够了。程泽和雨柔在家中吵着要找你，别为了一个乞丐耽误正事。欢欢，你愿不愿意跟着姨姨走，当姨姨的孩子？苏清渊，你疯了不成？你要收养乞儿？欢欢想当姨姨的孩子吗？欢欢想，欢
愿意。好，苏清渊，你收养这样一个弃儿，置承泽雨柔的颜面于何地？郑国公言重，我会用自己的提己钱养他，绝不损你郑国公府1两银子。至于承泽和雨柔、萧景渊，既然他们也有柳玉瑶那样的好娘亲，我这生母也不重要。你竟说这样的话！萧国公，心胸放宽些，不过是郑国公府多添一双碗筷的小事，何必动这么大干戈？八殿下，此乃微臣的内宅家务，殿下如此僭越，怕是不妥。萧国公，一个孩子而已，别那么小气。欢欢如此可爱，谁看都想养。殿下，郑国公府收养义子，是需按本朝律法上报有司，更要圣上恩准。萧国公怕是忘了，本殿下虽常年病弱，但在父皇面前讨一张准养的恩赏，还不是什么难事。若能如此，臣妇就多谢殿下费心了。苏姐姐客气了，叫我安安便好。你我性命相托，那些生分的称呼，听着着实刺耳。我的马车就在巷口，不如我送你们回府。苏清渊，萧景渊，你做什么？我倒想问你做什么？你夫君在旁边，却要去上另一个男人的马车，你置郑国公府的颜面于何地？萧国公，苏姐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怎就不能上我的马车？萧景渊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放心，我有分寸。罢了，这乞儿你要养定。真的？苏清渊，我的话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可信吗？景元哥哥，姐姐你们回来了，我备了安神茶。这孩子是……二娘，快离他远点儿！哪来的脏乞丐？莫不是要来我们国公府讨饭？就是臭烘烘的。承泽雨柔，不许无礼！这是欢欢，往后入我府门，以后就是你们弟弟。胡闹！苏清瑶，什么贱种都往府里带！你是想让我们萧家成为京城的笑柄吗？母亲，姐姐应是觉得这孩子可怜，您别气坏身子。无论您气不气，这孩子我苏清瑶今天养定了。你这个目无尊长的泼妇！好，既然你非要作践萧家的门楣，那老婆子我不活了！母亲，万万不可！母亲，您这是何苦？景渊，你今日若是让这小叫花子留下，我便立刻撞死在这堂前。母亲，您误会了，要带着孩子回来的不是他，是我。欢欢是我一名同袍的遗孤，那同袍旧时渐随我出征边陲，却战死沙场，家中已无其他亲人。这孩子如今流落街头，我自然不能坐视不管，因此我和清渊打算把他收作养子。果然位高权重者，撒谎都面不改色。竟是这般来历，景渊你早说便是。是儿子的疏忽，未曾提前向母亲报备。既如此，萧家自然要厚待。只是这孩子的起居，玉瑶，你心思细，往后欢欢缺什么少什么，你多操心些。到二娘这儿来，二娘带你去洗洗尘土，换身衣裳，再让厨房炖一盏燕窝给你补补，好不好？欢欢认生，她的吃穿用度我自会料理，就不劳妹妹费心了。玉瑶懂礼贴心，你瞧承泽和雨柔如今被他照应得多么妥帖。这孩子是烈士遗孤，马虎不得，就让他跟着玉瑶。我不去，欢欢只想和阿娘在一起。欢欢真乖。母亲，这孩子身世坎坷，之前清渊曾随我去过他家，欢欢只认他一个。行了行了，既然他非要跟着这泼妇，那便随他去。苏清渊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若是叫外人知道你苛待他，坏了我儿的名声，我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欢欢，我们回院子。
萧景渊，你来这干什么？清渊，你我乃名正言顺的夫妻，今晚我想歇在你院里。国公爷，这种话你还是留着去说给您的柳妹妹听吧，省得脏了孩子的耳朵。清河，夫人，这是清河，带欢欢下去洗漱。欢欢乖，先跟着清河姐姐去，阿娘处理完事情就来陪你。刚才多谢国公爷替我圆谎，不过就算没有您的说辞，这孩子我一样能留住。所以，你莫非是想让我以身抵债？那我可拒绝。你如今就这么讨厌我？你想干嘛？你我拜过天地，我今晚留在正妻院做，乃是天经地义。你要是真闲得发慌，大可去柳玉瑶那扮演情深意重。新妇入门，你不能厚此薄彼。可你之前不是说过，我宠妻灭妾，厚此薄彼？我这不是如你所愿？萧景渊，你以前最嫌弃我脸上的胎记，怎的现在还要委屈自己对着我这张丑脸？你下得去嘴吗？八殿下都可以，我是你的夫君，为何不行？我们夫妻10载，我何时真正嫌过你？你别再过来了！阿娘，欢欢洗好了，咱们睡觉吧。听到了吗？我今晚要陪欢欢睡，国公爷慢走不送。他都多大了，还缠着你？国公爷，你总不能跟个小辈抢床铺吧？那传出去，郑国公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明日一早，我便让人在侧院给他拨间屋子。阿娘，这个国公爹爹真是笨，还是父王更胜一筹。等父王来了，一定要让他把阿娘抢回去做王后。阿娘，怎么，阿娘这脸是吓到我们欢欢了？阿娘，君子论心不论貌，阿娘无论什么样子，在欢欢心里都是天底下最美的。只是阿娘以前定是被人欺负。傻孩子，这是画上去的。阿娘的脸已经好了。那阿娘明明生得这般好看，为何要将自己扮成这般模样？你这孩子还小，以后自会明白。倒是欢欢，方才洗净了才发现，欢欢生的当真是精致，这眉骨高挺，瞳色微浅，倒不像是我们大猿人，更像是混血儿，像西域那边的人。你怎么这副表情？难道你真是西域那边的混血儿？不是，欢欢就是大猿人。不能让阿娘知道我的身份，父王还没来，我不能给阿娘带来麻烦。阿娘，等欢欢以后有本事了，欢欢带你走，去一个郑国公找不到的地方，欢欢养你一辈子。好啊，那阿娘就等着我们欢欢长大，带阿娘去过神仙日子。景渊哥哥来了。夫人，国公爷从大夫人院里出来后，便直接去了外书房，说今夜在那儿协助。你说什么？苏清瑶那个贱人，口口声声闹着要和离，背地里却勾得将军3回失了7魄，如今还弄个野种回来，他是真当我柳玉瑶好欺负吗？夫人，你貌若天仙，又有相府做倚仗，岂是那丑妇能比的？国公爷定是真的有军务缠身。军务？成婚至今，他连碰都没碰过我。定是国公爷把夫人当成宝贝，舍不得。只要少爷小姐心是在您这儿，夫人您的位置肯定就没人能撼动得了。光靠那2个只认吃喝的孩子，怕是抓不住将军的心。那野种不是烈士遗孤吗？若他在苏清扬手里出了差池，你说他这个阿娘会怎么样？阿娘，我拿到风筝了。阿娘怎么不见了？给我，这是阿娘给我的纸鸢。啊！
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拉你。程泽，你娘亲对这捡来的野孩子，倒真是比对你这亲生儿子还要上心。可不是吗？您瞧那欢欢卖乖的劲儿，不仅大夫人把他当宝，就连国公爷这2日都要亲手教他开蒙识字。我只是想把娘亲跟风筝抢来，是你自己摔下去的，不能怪我。欢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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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，别吓阿娘。欢欢，好端端的，那孩子怎么会在这儿摔了？老夫人，奴婢方才在廊下歇脚，亲眼看见大夫人面色狰狞的将欢欢少爷从假山上推了下去。新月，休得胡言，姐姐断不可能做这等恶毒之事，一定是看花了眼。奴婢是真的瞧见了，绝无半句谎话。欢欢别怕，阿娘在这儿，阿娘这就带你去治伤。苏清渊，你这个心如蛇蝎的毒妇！大夫，这孩子如何了？老夫人宽心，小公子暂无性命之忧，只是重创之下伤了脑窍，须得卧床静养数月。老夫这就去开方子。大夫您这边请，劳烦您用些好药。苏清渊，你这个毒妇！欢欢不过是个孩子，你竟对他下这样的死手，你的心是铁石做的吗？我下的手，你还不认账？趁景渊不在，伤害他的养子。若非下人亲眼所见，竟不知我镇国公府里住着个杀人不见血的母夜叉。姐姐，这孩子是景渊哥哥好不容易决心收养的，你若对他不满，大可冲着我来。何苦要将他从那假山上狠心推下去？我以为你们是怪我没看好欢欢，原来是整这一出。你们说我推了，证据呢？新月亲眼所见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新月，你告诉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奴婢在那花园假山旁摘花，亲眼瞧见大夫人将欢欢小公子推下假山。大夫人，您就别再抵赖了。姐姐，玉瑶知道程泽和雨柔如今不亲近您，您心里委屈，生了怨气。可欢欢是无辜的呀，若这事儿传了出去，你这是要毁了国公府100年的清誉啊！父，果真是连仇，心也跟着黑。等景渊回来，我非让他将你这丧门星撵出京城不可。你们几个，一个指认，一个哭丧，一个定罪。既然这镇国公府里已经成了各位的公堂，不如索性报了官，让衙门的人来查一查这事情真相。报官！这种丑事你竟还想闹得满城风雨，你这是要逼死我们萧家吗？国公爷，欢欢如何了？大夫看过了，身体没有大碍，等他醒来就好。景渊，这就是你当初非要留下的正妻，是他亲手将欢欢从假山上推下去的。这般心思毒辣的妇人，如何配坐在主母之位？你今日便该一纸休书，将他撵出府去。景渊哥哥，我们赶到时，欢欢已经倒在地上了。母亲，此事怕是有所误，青鱼绝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可新月亲眼所见，难道他还敢公然构陷主母不成？阿娘，欢欢，阿娘在这儿，你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阿娘，欢欢没事，对不起，让阿娘担心了。欢欢，你好好告诉阿娘，你怎么会从假山上摔下来？是欢欢自己贪玩，没踩稳，自己摔下来的。当真？姐姐，你别把欢欢吓着了，她小小年纪，哪还敢说实话？不用问了，景渊，定是这毒妇干的。母亲，这种时候你还要偏袒他吗？别在这嚷嚷了，我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。姐姐这是做什么？难不成您连橙子和雨柔也要一并怀疑进去了？不仅是他们，你我
乃至这院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。既然要查，那便谁也落不下。我倒要看看你这般大费周章，能翻出什么花样来。做了恶，终究会留下痕迹，证据就在那犯案者的身上。姐姐莫不是在说笑？谁会这般愚蠢，将罪证时刻带在身上？姐姐可莫要想着屈打成招。后花园的假山乃是由石灰岩砌成，表面会有细腻的白粉，极易粘连。欢欢若是被人从高处推下，那推人之人的鞋面上必然会沾染上擦拭不掉的石灰残迹。我没有，这不是我弄的。爹爹，萧承泽，你还敢撒谎！爹爹，我没推，我就是想把娘亲的纸鸢抢来。抢纸鸢？假山如此危险，你非要在上面抢吗？来人，请下马！住手！景渊，你疯了！他可是你的亲骨肉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懂什么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今日若不打醒他，来日他便敢残害至亲。拿戒尺来！二娘救我！我真的只是抢了纸鸢，他自己没站稳掉下去的。二娘，你快替我作证啊！二娘，您快救救承泽！您赶紧替我作证啊！明明是您在廊下说那野孩子抢了娘亲的仙，还说承泽，二娘素日疼你入骨，你怎能说谎？二娘今日可没见过你。都是玉瑶的错，是玉瑶平日里只顾着疼他，竟宠得他这般无法无天。玉瑶教子无方，您罚玉瑶吧。不，二娘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是您说。且慢，娘亲。清渊，他犯了错，不可轻饶。他确实做错了事，该罚，但该罚的人不止他一个。今日你本该在私塾念书，为何会在假山？是他说娘亲做了新的纸鸢要送我，但是被欢欢抢了，我才逃学去抢回来的。夫人，好你个心月，你竟然怂恿少爷逃学！心月，乖乖认下，你的父母还在相府当差，若你认了，我自会保他们一世荣华。若你敢乱拍，是奴婢做的。奴婢想着大夫人爱欢欢少爷，却无视大少爷，这才一时糊涂。加害幼主，栽赃逐母，这种自作主张的刁奴，我将军府留不得。来人，拖出去，报官，发卖。二娘为何变得如此可怕？既然是那刁奴作祟，承泽定是被带坏了。景渊，放了承泽吧，他已经知道错了。爹爹，我错了，承泽真的错了。爹爹，我错了，您饶了我吧。犯了错就该罚。萧景渊，你要打就打我，别打孩子。爹爹，别打哥哥了，雨柔害怕，雨柔以后听话。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既然你们舍不得罚他，那他欠下的这顿毒打，便由我这当老子的替他受了。爹爹，别打了，承泽真的知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欺负欢欢了。您别打自己，我以后也会和欢欢哥哥好好相处的。爹爹别打自己。带少爷小姐回房，闭门思过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若私自放行，乱棍打死。没想到这渣男做人还挺有原则。清渊，我刚刚的伤有些疼。景渊哥哥，你流了这么多血，咱们回房，玉瑶亲自给你上药。清河，回屋。景渊哥哥，你瞧姐姐竟然这么狠心。清渊，景渊哥哥，清渊。清渊，我也受伤了。
国公爷，妹妹还等着给你上药呢，我这儿可没有多余的药给你用。今日之事，该打的人我已经打了，该罚的人我也罚了。你到底怎样才能消了这口气？萧景渊，你若真想弥补，不如痛快些，签了那份和离书。苏清渊，你就这般迫不及待的想甩掉我，和我和离是吗？萧景渊，你放手！放手？放手让你拿着和离书去外面招惹别的男人吗？你简直是满脑子污泥！你我之间早已没了情分，你何必在这里含血喷人？清渊，你为何不能像从前那样待我？从前我带伤回府，你总红着眼守我一夜又一夜，亲手为我上药。因为从前那个满眼是你为你舍命的苏清瑶，早在你答应迎娶柳玉瑶的那一天，就死在那口井里了。清渊，娶玉瑶不过是朝局所迫权宜之计，只有你才是我萧景渊一生一世的妻子。萧景渊，你松开，嬛嬛还在，我还有脸面。既然你喜欢孩子，那我们就再多生几个。什么？萧景渊，想发情，出门找你的柳妹妹，别在这里膈应我。苏清渊，你当真要我去找她？祝国公爷与他琴瑟和鸣，早生贵子，生生世世莫要再来烦我。好，好一个百年好合。苏清渊，那我便如你所愿。真气人！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这么热？夫人，国公爷怎么气冲冲的往二夫人院子去了？你们这又是怎么了？他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最好死在那边，别回来。清河，去给我打水，我要沐浴，要热死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这眼看就秋分了，这么热吗？二夫人，国公爷正往咱们院里过来了。快，替我更衣。想来景渊哥哥心里定是有我的，今晚我要留他在房里。萧景渊，想发情，出门找你的柳妹妹，少在这里膈应我。苏清渊，你想把本将推给旁人，做梦！该死的萧景渊，既想要嫡妻的体面，又舍不得柳玉瑶那口温柔香，简直是贪得无厌的死渣男！臭甘蔗！渣男？你这是在骂我？萧景渊，谁准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怎么，连夫君都不能看吗？清渊，你别讨厌我。混蛋，你放开我！清渊，我们是夫妻，我做这些不算混蛋。萧景渊，你敢胡来试试？清渊，你身上每一处，你哪里没碰过？你离我远点，去找柳玉瑶。清渊，在我心中，你最重要。
你是谁？说，你究竟是谁？我还能是谁？我就是苏清渊。你还想做什么？这朱砂痣位置不差半分，他真的是清渊。萧景渊，我警告你，别以为我胎记消了是为了取悦你这种三心二意的薄情郎，离我远点。既然你的脸好，为何还要在众人面前故意扮丑？我就喜欢这样，你管得着吗？我看你是存了心想让我厌弃你，好拿着和离书远走高飞吧？还是说，你早已在外面有了男人，等着跟他双宿双飞？野男人，你倒是倒打一耙的好手，我可是清白的很。夫人，奴婢仿佛听见里头有动静。您在和谁说话呢？没谁，我正自言自语呢，你别进来。那我先出去了。还有什么事吗？夫人，您可别泡太久，泡久了容易头晕。我知道。苏清渊，我在你眼里就这么见不得光？还是你当真想在这浴桶里谋害亲夫？大半夜的，你怎么还不走？你干嘛？小心些，别着凉了。我在这守着，等你睡了我再走。我警告你，你可不许偷偷碰我。不碰你，你好好睡吧。萧景渊，你这登徒子，滚回你的柳院去！苏清渊，我说没碰你就没碰你，明明是昨夜你抓着我不放，是你占了我便宜。国公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你家夫人身子骨弱，吩咐小厨房，人参燕窝灵芝别断，好好补补。苏清渊这个贱人，给景渊哥哥下了什么迷魂汤？竟然让我等了景渊哥哥足足1夜！切！我的燕窝羹呢？怎么还没端上来？回二夫人，大厨房说，国公爷吩咐好东西要紧着大夫人。他也配和我抢吃食？二夫人快消消气，瞧，这是宫里送来的中秋宴帖，今年提早了。苏清鸾的名字怎么也在上头？凭他也配去宫里丢人现眼？二夫人莫急，老夫人说大夫人本就不懂规矩。宫里送来赏赐，说您精通持家，特意让您清点。我本是相府出身，自然比他懂持家。把东西都给我抬进来吧。
这些都是给我的。这是顶级的鸽血红。宫里人说，这是太后娘娘特意赏给郑国公夫人的。太后她老人家果然疼我，这几个都给我留下，剩下的那些边角六、碎皮毛拿去打发给大夫人吧。是。景渊哥哥，你看玉瑶今日好看吗？好看。二娘今日打扮的真好看。娘亲怎么还不出来啊？承则莫及，你娘亲想必是在屋里费心遮掩那张脸，久了些。哇，那是谁家的仙女姐姐？哥哥，她好美呀，比二娘还好看，就像是画里出来的仙女一样。清渊，你出来。这是苏清渊，这是娘亲。姐姐这里人，那还要多亏了妹妹亲手送我的那盒养颜膏。若非这药，我这张脸怕是还没法好的这般彻底。不可能，那药里明明掺了浓，不仅没烂泥，怎么反倒比之前更好看了？姐姐说笑了，这都是妹妹的一片赤诚之心。姐姐好，妹妹就开心。娘亲真美啊！我就知道，娘亲以前肯定是故意扮丑来试探我们的。时候不早了，先进宫吧。景渊哥哥，玉瑶，你带2个孩子坐后头那一辆，我与夫人有要事商议。不是说时候不早了吗？还愣着干嘛？你真好看。你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萧景渊，你离我远点！抱歉，马车太晃，没站稳。堂堂郑国公，在马车里站都站不稳，说出去有人信吗？周秋行啊！那竟然是郑国公的大夫人，她脸上的胎记竟然没了。美是极美，只是这装扮也太简朴了些。你看那柳夫人穿的比公主还华贵，本夫人瞧着这国公府的规矩真是乱了套。正妻素衣轻袅，平妻反倒浑身珠光宝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哪家的宠妾跑出来越俎代巢了呢，真没规矩。侯夫人，你与姐姐交好也不能当众诬陷我啊！这头面乃是太后娘娘赏赐给我的。离我远点！最讨厌你这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，真做作！哎呀，侯夫人，你怎还动手推人呢？你说这是太后赏你的？那是自然。放屁！这发簪内侧分明刻着一个冤字。不可能！好你个萧国公，宠妾灭妻到这般地步，竟把皇室赏给清渊的东西转给旁人。这不可能！这些就是太后赏赐给我的。你别在这胡说！好烫！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景渊哥哥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一定是姐姐，你想要头面，何必下毒害我？害你？妹妹怕是糊涂了。宫中的赏赐全进了你院子，我连箱子都没摸着，上哪儿去给你下毒？你拿走了所有的赏赐。我只是留了一部分充当颜面。姐姐从前貌丑，哪里配得上御赐重宝？
貌丑。妹妹是说我这张脸不配戴太后的东西？你非说头面是赏你的，可这鸽血红石认主。什么认主？真是蠢！鸽血红首饰认主，太后赏赐给清渊，那就专属于清渊。旁人的血若是沾上半点，灵石便会炸裂自毁，烧穿偷盗之人的骨头。不可能！这是太后赏赐给郑国公夫人的，我也是郑国公夫人啊！如此吵吵嚷嚷，何事在此喧哗？清渊，上前来。哀家前2日差人送去那么多好东西，怎么一件也没见你带？可是不喜欢哀家的眼光？回太后，臣妇并未收到什么重宝赏赐，臣妇院里收到的只有2匹压箱底的陈年素牒，以及几两碎玉。臣妇以为是太后教臣妇节俭，故而不敢逾矩。萧景渊，哀家指名道姓给郑国公夫人的头面，竟然变成了几匹素帛。你这郑国公府的家到底是谁在当？微臣有罪。太后您看，这是里面最好的一件首饰，臣妇戴了。好一个郑国公府，郑国公夫人戴的，竟是这等下人才戴的暗杂货。刘玉瑶，这就是你说的差人送去的赏赐。柳氏，你竟敢如此胆大包天！太后恕罪，臣家大元礼法，平妻同侧室，你也敢称国公夫人？况且那副郭血红头像是本殿下亲手打造的，就凭你非戴。皇祖母，这平妻不仅私吞御赐之物，还欺辱正室，妄图僭越。若不严查，皇室威严何在？若在寻常人家，这等祸乱家宅的贪鄙之徒，早该一张休书撵出门去。太后开恩，臣妇知错了。但你这婚事是陛下亲赐，那便从今日起，你去那长街御道上扫7日秋夜，不准遮面，不准假手于人。来人，即刻带他去，别惊扰了大家中秋的雅兴。苏姐姐，八殿下，你对我妻子是否太过关照？苏姐姐救我一命，我整个人都是她的，关照几分又如何？她已为人夫，殿下如此行径，是想毁了她的名声吗？本殿下对我的妻，拿到何处？我可以和她和解。你休想，绝不会和她和理。阿渊，那日听闻你受辱投井，我恨不得撕了萧家。可今日瞧着，他那眼神倒像是真的毁了。清渊，在我心中，你最重要。我帮你看看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扭伤了，我给你看看，不然你这双脚明日便要肿成猪蹄了。这位公子，不必了。你这蛮子，快住手！妇人的脚岂能给外男看？成何体统？别动！别动！大元女人当真是娇贵，这骨架细的，我2根手指便能折断。不过你倒是比一般的大元女人能忍痛，好像真好很多了。多谢公子仗义相救。姑娘若是真想谢，按你们大元人的酸腐规矩，救命之恩是不是得以身相许？我
那姑娘真有意思，冷清清的一朵花，抓在手里却像只随时会咬人的兔子。大元女子此等角色，可汗此次来接回小王子，若能顺带求娶一位王后，也不失为一段佳话。哼，欢欢在那封信里夸出了花，说他找了个全天下最好的女子做他的阿娘。什么天下第一，分明是个已嫁人妇却不安于世的妇人。我看他定是贪图我北域的王后之位，处心积虑勾引欢欢罢了。比起刚才那女子，他怕是不知办法。欢欢，苏清鸾带回来的那个小乞丐，竟然是北域王的儿子。苏清渊，若是欢欢出了什么事，你今日还能活着出宫吗？这是我北域极北之地才有的雪狐皮，万金难求，特来献与大元太后。愿两国岁岁如今日，不起刀兵。可汗有心了，快赐座入席。太后，实不相瞒，本王此番亲临大元，不仅是为了贺寿，更是为了寻回我不慎走失的独子。可汗可知如今小王子人在何处？据密报，小王子此刻正由贵国镇国公府代为照料。哦，竟有此事。哀家确实听闻镇国公府前些日子收了一个养子。敢问哪位是镇国公夫人？喏，那位白衣胜雪、清丽卓绝的，便是镇国公的正妻孙氏。是你。欢欢在信中说，她寻得了一个全天下最温柔、最聪慧的女子做阿娘，竟然就是她。难怪她刚才在路上故意绊倒引诱你，原来是早就知道我是北域的可汗。我儿子宇文欢现在哪儿？欢欢是你儿子？他不仅是我的儿子，更是我北域唯一的王子。不好了，镇国公府带来的那个欢欢少爷出事了。不管你是镇国公夫人还是何人，若欢欢在大元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别怕，我们去看。救命啊！快来人呐！欢欢，我分你一半，你原谅我，别生我气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以后就好好相处。欢欢，你醒醒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把桌上的糕点给他吃了一口，他就这样了。这糕点上竟有砒霜，彻查！你们大元竟敢下毒害我北域王子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娘亲！爹爹！可汗息怒，承泽虽生性顽劣，却绝无杀人的胆识，他绝不会下毒害欢欢。少说这些废话！我儿若死在大元，本王便要你们全家陪葬。当务之急是救欢欢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可以救他。凶险至极，足以致命，连你们的太医都未必有法子，你凭什么？我能救。若欢欢真的救不回来，我是承泽的生母，甘愿以自身承担所有罪责。清渊，娘亲！相信我，欢欢也是我的儿子，我绝不希望他出事。快去宣太医，请和
给我取一大桶清水，再抬一整袋粗盐过来，快！按夫人说的办，快！欢欢，还听得到阿娘说话吗？欢欢，坚持一下，千万别睡。欢欢，你阿父来接你回家了，你睁眼看看阿父。清河，你快把盐全部倒进水里提过来，把盐水搅匀。好。到底想干什么？他都这样了，你还要折磨他？这是催吐，砒霜入腹时间尚短，只有吐出来才有生路。让开！这法子闻所未闻啊！灌这么多盐水，人受得了吗？将军夫人怕是急疯了。乖，欢欢，听阿娘的话，喝下去，咽下去。终于吐了，来，欢欢，继续喝。吐出来的水清了，没事了。阿娘，阿父，欢欢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梦，阿父带了最快的马、最好的酒来接你回家了。镇国公夫人真乃神医在世，此浓盐水催吐之法，生生从阎王手里劫回了欢欢少爷的命。若再晚片刻，纵是大罗金仙也难救了。欢欢，我真的不知道那糕点里有毒。承泽，告诉阿娘，这碟糕点究竟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就在那里，有个穿宫女衣裳的姐姐，她低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，放下东西就走了。那个宫女是什么样子？可有说什么？没有，她一直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凶手一定是认识承泽和欢欢。欢欢入大元时日尚短，除了镇国公府，谁会对他存这般避暑之心？萧国公，今日之事，你若敢存私心包庇，我宇文护定要叫镇国公府血流成河。可汗放心，我自是不会包庇犯人。欢欢叫我一声阿娘，今日之事，我定会亲手揪出那个幕后之人，给孩子一个交代。那个，我先说一句，欢欢认你做娘，那是她的事儿，和我没有关系。可汗尽可放心，清渊是我萧家人，写进宗谱的嫡妻，自然与可汗不会有任何多余的关系。清渊，你可有那真凶的线索？凶手在得手后，往往会因为极度恐慌而远遁，或者因为极度自负，想要亲眼见证自己的结局。我有办法查出谁是凶手，将今日所有进出过御花园的人都叫出来。方才各位也瞧见了，我用盐水救了北域小王子，此法不仅能救命，更有奇效。若下毒之人手指进入这浓盐水，剧毒便会瞬间沸腾，让那双手皮开肉绽，漆黑如墨。今日所有进出过御花园的人，手都要伸进这浓盐水中，无罪者清白自在，有罪者，这双手便是铁证。承泽，你先来。我的手没事，不是我。对，不是你。我无事，我也无事。你怎会在此？太后娘娘说这遇到秋叶繁多，要我一寸寸清扫，我才扫到了此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也将手放进去吧，清白与否，一验便知。姐姐，你这个法子闻所未闻，
该不会是唬人的吧？妹妹，只要你问心无愧，这就是一桶普通的盐水，赶紧伸手下去看看吧。是啊，二娘，不是你做的话，伸进去也没事的，不用怕。快点吧！我不信，苏清玉，你就是在唬人！诸位，真凶已经找到了。诸位，谋害北域王子的真凶已经自己站出来了。苏清渊，你信口雌黄，凭什么说是我？就因为我推翻了一桶水？大家都把手伸进去验，清者自清，就你不肯。除了你，还有谁？我这双手可是悉心养出来的，万一被你这香野毒水毁了，你赔得起吗？你是怕盐水毁了手，还是怕那所谓沸腾变黑，让你当场伏法？实话告诉你，浓盐水遇上砒霜，根本不会有任何反应。但你推翻这桶水，就是你心虚，这才是凶手会有的反应。你竟然诈我！柳玉瑶，若你心中无悔，何须惧怕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肯认罪吗？我不认，没证据的事儿，谁也别想栽赃给我。我没碰过砒霜。皇上驾到！父皇，您走快些。哎呦，元儿你慢点儿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呦，父皇，这是威胁两国邦交的大事啊！安儿，你有心病，万不可如此跑痛啊！他没事儿，反倒是朕有事。发生何事？皇上，今日有人在糕点中下药，意图谋害我儿。苏夫人已经查明真凶，是他下的毒。陛下明鉴，臣妇冤枉！陛下您瞧，臣妇这手哪里有沾过砒霜的痕迹啊？父皇，让儿臣看看。儿臣常年与各种剧毒变方打交道，这指缝里有没有砒霜，儿臣一眼便能分享。此女指尖有砒霜，凶手正是她。八殿下，您怎可信口雌黄？景渊哥哥，我也是你的妻子啊。为何你要帮着姐姐诬陷我？若你当真问心无愧，方才又何须惧怕那一桶盐水？我只是不小心。娘亲，我想起来了，方才那个穿宫女衣服的姐姐撞到我时掉了个香囊，我顺手捡了。柳玉瑶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承泽，二娘往日待你如亲子，你怎能帮着她来嫁祸于我？你才不是我二娘，你害我！上次在假山也是你怂恿我去抢纸鸢的，你是坏女人！闭嘴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小畜生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别想再狡辩。贱妇，诬害我儿，构陷嫡子，挑唆两国战端，你这条命我收定了。陛下救我！景渊哥哥救我！你一个北域蛮王，不能在大元皇宫中私刑。无论是在哪里，你伤我儿，就你偿命。皇上，她是你亲自抬进郑国公府的平妻，今日她敢在皇上逃毒，全仗着你给的恩宠太盛。你做了件糊涂事，险些误了大元的国运啊！有事，朕看在柳相的面子上，免你死罪。即日起，逐出镇国公府，去那慈清庵剃发为尼，此生与青灯烛火相伴，非死不得出。可汗，这个结果你可还满意？哼，算他命大。景渊哥哥，蒲公爷，你答应父亲好好照顾我的，求求你救救我！刘玉瑶，你处心积虑要的不是欢欢的命，而是清圈的命。
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真是太爱你了，我没错，他一个丑妇，凭什么能得到你的爱？可我最爱你，唯有情缘。苏青雨就是用这个好东西把脸弄得这么漂亮的，那我可得多涂点。想来当初我也是咱们村的一枝花呀。玉瑶呢？怎么没有一起回来？刘玉瑶犯下重罪，已经被驱逐出府，幽禁于慈清庵，以后便不是萧家人。怎么可能？肯定是你这个毒妇设计陷害！母亲。他不仅私吞太后赏赐，还给北域王子投毒，没有当场被北域王杀死，已是他运气好了。玉瑶最是孝顺，得了好东西都先紧着我这老婆子，就连苏轼那张脸，不也是靠着玉瑶送的药材？这谁用过？里面被柳玉瑶下过毒的。呸！你少在那儿危言耸听，我看你就是记恨。哎呦，烫，好烫！我的脸，快给我找冰水来！祖母的脸烂了，好可怕！竟如此歹毒！这是解药，你给他吧。对不起，清源，我一直都不知道。欢欢很快就要跟着可汗回北域了，我先去给他收拾东西。清源，我再也不会这样了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？你若真亏欠，不如便和离。清渊，萧景渊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他再也听不到。爹爹，娘亲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？是爹爹做错了。阿娘，您真不陪欢欢回北域吗？欢欢往后若是想阿娘了，便托鸿雁带书信，等阿娘得了空，定去北域看你。你们也过来坐下吃吧。真的吗？谢谢娘亲。娘亲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好香啊！这个啊，这叫火锅。好一个火锅，10丈远都闻得到香。我为苏姐姐做了新的一副头面，等姐姐吃完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这火锅与我北域的炖锅看似相差不大，苏青英，你就适合来我北域生活。我奉劝你们别痴心妄想。没关系，我等着苏姐姐和离。我宇文一族向来没那么多规矩，他要是不放你走，我直接带着刀杀上门来抢人。你们赶紧吃饭吧，你们。